姐姐离家出走后，和萧怀燕的婚约落到我头上。那时她败了仗，瘸了腿，我尽心医治。萧怀燕亦对我有了片刻温存。我以为这辈子就是嫁给他，安稳度过余生时，姐姐回来了。彼时离成亲还有1个月。萧怀燕怒斥他背信弃义，却在他失足落水时，心急如焚跳下去救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姐姐失了身。被我看见，她只是淡淡解释道：事已至此，我该对她负责。是要纳姐姐为妾吗？我低声问，却惹来萧怀燕的厌恶。婚约本就是你占了私话的，怎可纳她为妾？我不知所措，捏着手中银针。既然不做我夫，那以后的医治也用不着我操心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不是我占了婚约，非要嫁给萧怀燕。15岁被接回家，同年姐姐沈思化就离家出走，原因无他，姐姐并非侯门嫡亲血脉。幼年我不慎走失，爹爹怕娘亲伤心，从战死沙场的旁亲处接过来的遗孤，血性犹如亲生爹娘。我回家后，他说什么也不愿继续霸占我的位置，便搬离沈府，甚至放着婚约不管。自幼定下的婚约，萧家世代袭爵，爹爹不愿放过这门好亲事。我5岁被药疯子捡到，10年学医，10年要人，所以那夜娘亲将我抱在怀里，拍着我的背，轻唤囡囡时，我就答应了。自然萧家也知道换人，但碍于萧怀燕那年败了仗，瘸了腿，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里咽。萧怀燕的腿连宫中太医都束手无策，但将来既要为我夫，我愿意一试。连着半年，我每日出入萧府，夜夜泡在医书里，以身试药更是常有的事。总归是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离成亲还有1个月时，萧怀燕的腿能站起来了，甚至还在猎场上百步穿杨，设下大宴，执宴为聘。一时间引得京城无数贵女对我们的婚事津津乐道。只是这风声竟将姐姐沈思化吹回来了。我忽然想起昨日沈思化回京，萧怀燕拿来2支琉璃盏，说是引合卺酒用。听到消息，她身形晃动，琉璃盏落在地上，碎得4分5裂。我追着她往外跑，沈家瑶池旁，她举着剑怒斥沈思化当年背信弃义。时值天寒，雪纷纷落在沈思化肩上，也无法掩盖她眼里的哀伤。落下半句是我错了，脚一滑跌进瑶池，一如刚才拿不稳琉璃盏的慌乱。萧怀燕惊慌失措，不顾池水寒凉，扔了剑就跳下去救。岸边围了很多人，有丫鬟小厮，还有前来参加沈府茶宴的宾客。我亲眼看着萧怀燕拿外衣披在她身上，小心翼翼地护着。思化，我会对你负责。是，纳她为妾吗？我轻声问。只有他们2人听见。沈思化红了眼，萧怀燕朝我斥来：婚约本就是你占着思化的，怎可纳她为妾？我立在原地不知所措，还想说什么，萧怀燕却抱着沈思化转身离开。路过我时，沈思化朝着我笑，用嘴型说：她是我的，不是要和她抢。我只是想说，萧怀燕的腿还没彻底康复，如今在冰池里抛了，又抱重物，必定会引发旧疾，恐更加严重。思及此，我笑了笑，可那又有什么所谓呢？而今与我再无关系。收好银针，明夏，帮我将婚书拿来。静默一瞬，明夏垂眸道：二小姐，婚书今日一早夫人便来取走，拿到大小姐房里了。哦，二小姐，没事，那去年我收的生辰礼单子可还在？婚书拿走，倒也省得我给他们送过去。我自知回家1年，比不上沈思化与他们10年相伴更加亲厚，但我本就是沈家血脉，这些生辰礼里应是我的。粗略算了算，不多，我让明夏整理出来，全部拿去换成银子，方便些。二小姐，这只玉佩也要当吗？瑞鹤衔珠佩是沈家传给女儿之物，本来娘亲早已送给沈思化，可我生辰那日，她非要交还给我，之后又躲在房间里哭。那晚生辰宴，爹娘都去哄她了，我自己一人吃完了长寿面。玉佩冰凉，蔓延开手心，当了吧，应该值不少银子。
那这个呢？同心木簪，萧怀燕送的，不是生辰礼，是他设下大宴那日连带着给我的。簪子精巧，上面还刻着我的小字阿芷，簪身刻满相思字，情韵长随爱意流。这个不用，不值钱，免得被掌柜的看笑话。说罢，我顺手将它丢进炭盆里。还有，我的目光最后落在那件嫁衣上，花朝同心衣，去年就缝制好了，是沈思化的尺寸。我回来后忙着给萧怀燕治腿，便也没那么多时间重新准备嫁衣，就也没换。娘亲他们记得拿走婚书，倒把他忘了。说曹操，曹操道：娘亲房里的大丫鬟跑来找我，二小姐，夫人让奴婢来取嫁衣。明夏看不过去，你们怎么这样啊？一大早就来拿婚书，现在又来取嫁衣，有没有想过我们二小姐啊？我拉住她，没关系，我自己送去吧。正好我也有事找他们。沈思化的房间离爹娘住得很近，离家这些时日，院里的花草都是娘亲亲自照料。我立在门外，透过窗棂看着里面和和美美的4个人。沈思化靠在娘亲怀里，不顾鬓间珠钗，在她心口蹭来蹭去。原来撒娇是这样的。那夜娘亲抱着我都不敢动，生怕发簪弄疼了她。好啦，回来就好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娘亲，女儿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乱跑。没事，女孩嘛，使点小性子，我和你爹不会怪你的。那就好，可是思芷妹妹……说话间，她将眼看向萧怀燕还有爹。爹轻咳了声，怀燕，你说。萧怀燕抹撒着指尖，阿芷待我极好，可我也不能负了私话。伯父，这朝中亦有娶平妻的先例，只是若同日进府，我怕委屈了私话。依我看，不如先送阿芷去佛寺避避风头，待我和私话成婚月余，再将她接回，可否？娘亲沉默半晌，也好，阿芷那丫头从小不在我们身边，琴棋不通，书画不懂，若再许也不一定能许到好人家，怀燕不嫌是她的福分。我等会儿就去给她说。不用了。我推开门，寒风灌进来，娘亲又将沈思化搂得紧了些，她脸色有点挂不住。阿芷，我们也是为了你好，这半年来你时常进出萧府，确实不宜在意婚事。而且思化懂得多，会的也多，你们姐妹在一起，还能互相照顾，听着多么仁至义尽。当年要疯子逼我时要，我闭着嘴不张，他掐着我下颌，也是这般说的。给我一口饭吃让我活下来，替他试药，还能强身健体，都是为我好。我咽下眸底的酸涩。我的意思是，不用来告诉我，我知道了，明天就搬出去。听我说完，4人都松了口气。沈思化更是娇嗔道：我就说嘛，妹妹最通情达理了，我以后肯定会照顾好妹妹。谢谢。转身离开时，我没关门，里面传来娘亲的责怪，看看这丫头一点规矩都没有，走了也不知道把门带上，还不赶紧把炭盆端进点，别凉着我乖囡。收拾行李，明夏这才明白过来，我为何要他把东西都换成银子。二小姐，您怎么知道夫人要让您搬出沈府？我不知道，巧合罢了。从前我去佛寺看过诊，不少达官贵人府中犯了错的小姐夫人，大多会送往佛寺避避风头。家中在意的，送去时多给寺里捐香火，住持会格外照料；不在意的，待上几年，不是病死，就是自愿剃度与青灯相伴。沈思化这么一闹，不出2日，京城上下都会知道，他们怎舍得送他到佛寺？那就只能是我了。原本想自己提出来，没想到娘亲先开了口。那我们真的就去寺里等萧世子来接我们回家吗？明夏问。要不说他单纯，否则我也不会不用府里的旧人，要从人贩子手里新买个丫鬟。自然不是，出府的借口罢了。到了佛寺之后，2家人忙着婚事，岂会顾得上我？离府的地方是沈思化选的，距京城甚远。走的时候，娘亲身边的丫鬟跑来传话一句：大小姐风寒久不见好，夫人在房里守着，不便出来送您，二小姐路上保重。好。路上，我在车夫的吃食里加了巴豆。
趁他去解手时，留下马，将车舆推下山崖。走吧。我和明夏一路往南，赶到宁州，买了间院子，住下后，才知女子若要自立门户，并非易事。光是户籍官员一处，就次次碰壁。第6次登门时，门外洒扫的婆婆看到我，姑娘可是想自己开医馆？我点头。婆婆叹了口气，哎，这女子自己做生意的，我活了大半辈子都没见着几个。不过我看姑娘诚心，倒是可以指条路。说着，婆婆看向不远处的将军府。我听说不久前，国公府的大少爷得了怪病，你又想开医馆，若是能把他治好，国公夫人肯定会卖你这个人情。谢谢，倒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。只是这怪病，我花了些银子去打探，已是定国公独子，袁于安，字义之，14岁上战场，18岁北凉一战，大获全胜，却只愿守着宁州，不愿回京受封赏。然就是这般意气风发的少年郎，弱冠之年，遭歹人暗算，醒来之后就得了风症。风症？是啊。管家跟我复述之后，捶胸顿足。老夫人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才让我悄悄在外面找大夫。谁若是能将我们少爷治好，那就是国公府的大恩人。管家悄悄将我带到后院，藏在竹林处，透过叶子间隙，我看到亭中坐着3个人。不对，准确来说，只有1人坐着，另外2人是站着。斗地主啊，输了喝水，不许上茅房。桌子上东倒西歪的摆着7、8个茶壶。说话的人头戴玉冠，应是袁于安了。他丢出2块画着小人的木片，随后大笑：炸！我又赢了，呵呵，赶紧喝。2人捂着腹部下3寸，面色通红。少爷，您就饶了我们吧，真的喝不下了。袁于安面色不耐，甩了甩手：去，真没意思。他大抵是嫌闷，想将肩上的大氅取下。2人看见了，茅厕都忘了上，急急忙忙将大氅给他穿上。少爷，您就别闹了，您才醒过来，身子还没好，夫人说万不能着凉。此情此景，管家又是捶胸顿足。沈大夫，你看看，少爷也太不体谅夫人的苦心，这风症能治吗？常见的风症，除了行为言语异常，还会伴随眼神呆滞、口角歪斜，甚至吐沫抽搐。可袁于安眼神说不上呆滞，不过眼尾泛红，再观他脸上，面颊绯红，额间薄汗。我望向亭子里摆了足有6个炭盆，他大概是真的热。可若说他不是风症，但刚才的行为的确是怪异，当真棘手。不过为了能开一馆，我朝管家点头。我试试。入府前，我做足了心理准备，但还是被吓到。色破瑞丝，各种颜色的碎布条从我头顶落下。我下意识闭眼，再睁开。袁于安放大的脸离我约1指近。啊！我被吓得连连后退。他大抵没料到如此。对不起，我没想故意吓你。我就是想说，我没疯，你回去吧，别白费功夫了。我深吸一口气。疯子都说自己没疯。袁于安，就像喝醉的人不会承认自己喝醉。袁于安，所以还希望你配合治疗。袁于安，你知道我上辈子是怎么死的吗？他弹开额前的碎发。对牛弹琴，被牛气死的。我重重点头。你放心，这辈子我不会让你死。袁于安，虽是冬日，但也是个大晴天。我伸出手，把衣服脱了吧。袁于安捂着胸口，猫着腰。我去，这么开放的吗？上来就脱衣服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不好吧？他想什么呢？我低着头，切齿道：我见你手上都起疹子了，怕你热。烈日当头，不知真的是日头太烈，还是院子里炭盆摆得多。我的脸竟也像袁于安那样红得发烫。见我没再说话，他方才走我身前，我往后退一步，他没敢再上前。对不起，我忘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那个，也谢谢你，你是第一个知道我热的。我寻思大概也不是第一个，其他大夫碍于夫人的面子，不敢说罢了。有风过，刚才残留在头发上的布条，
不小心落下来，扫到我眼睛，异物入眼，疼得发酸。你怎么哭了？别哭了，我给你治，随便治，好不好，姐姐？袁于安原来怕人哭啊。萧怀燕也怕人哭，但她是不喜。从前治腿，我为她施针不确定的穴位，一般先拿自己试。有次疼得我浑身颤抖，忍不住哭了，被她发现，原想得到几句宽慰，等来的却是斥责。哭哭哭，就知道哭，我最烦女人哭。而眼下，我将计就计，不太熟练地放软声调。真的。袁于安再一次重重点头。比金子还真，治死算我的，不怪姐姐。我搭在他伸过来的手上，沉声道：别总把死挂在嘴边，我说过不会让你死的。袁于安，又是这句，霸总发言。我们拿错剧本了吧？霸总，剧本？而且我比他小。算了，都是疯了的人，就不和他计较。接着沉浸把脉，袁于安的脉象柔和有力，沉曲不绝，非常健康。我继续往下探，半炷香过，四姐姐，我手都麻了，还要继续把吗？我抬头看着她，眉峰舒展，气定神闲，长时间保持一个动作，并未急躁，确实不像风症。可她说的那些奇怪言论，莫不是看了我们常人所不知的奇言异志？姐姐，我收回手。袁于安转动着腕，我就说我身体好吧。门前那口鼎，我刚醒的时候搬不动，现在还是搬不动，力气没变，是吧，姐姐？我看像鼎，足有1000斤重，照他这么说，100岁了，力气也不会变。人疯，还能疯出这么诡辩的思想。姐姐笑啦。我愣怔片刻，抬手摸了摸嘴角。我刚才笑了。袁于安看着我的眼睛，姐姐，你应该只有16、17吧？花季就该多笑笑，话少，皱眉容易得抑郁症。不过我懂，学医很苦。我垂下眸，学医不苦，做药人也不苦。5岁的记忆我有，也知道自己是从京城沈家走失的。我逃了整整10年，握着唯一的长命锁，到沈府相认。后来躺在娘亲怀里，以为那就是家，拼命医治萧怀燕的腿，以为浮萍中有医，可结果还是成了竹篮打水，这才当真是苦。压抑在心底的酸涩，就他一句多笑笑，顿时如翻江倒海般涌出来，眼泪突然簌簌往下流。不哭，不哭，不爱笑也行，话少也没事，我开玩笑的，不会得抑郁症。姐姐不知道抑郁症是什么吧？就是你们古代人说的鬼上身，突然自杀。话未说完，袁于安狠狠拍自己的嘴。瞧我，说都不会话了。别掐手，掐这个。手心一阵软绵。我低头，是刚才把脉的手枕。袁于安挠着头发，以后想止住眼泪，别掐自己，多疼啊，随便掐什么都行。见我一直盯着手枕，他又道：你们都讲究男女授受不亲，我刚才没碰到你的手。手枕上的暖意蔓延进手心，我擦干眼泪，谢谢，医者不讲究这些。继而深吸一口气，问袁公子是否读过很多奇闻异志，或者梦到过什么，所以才会说些奇怪的话，做些奇怪的事？袁于安大腿一拍，双手抱拳，满眼崇拜。神呀，我之前看了8个大夫，说了24遍我没疯，那些事是从书上看来的，没一人信。姐姐是唯一一个我没说就看穿我心思的人。大抵不是他们不信，应该是夫人不信。说什么来什么。平台外，疾步走来的袁夫人抓起大氅就往袁于安肩上劈。哎呦，一只啊，怎么又把衣服脱了？来，赶紧穿上。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？再端些火盆来，我们一只冷。娘，其实我……怎么啦？一只？袁夫人眼里溢满了疼爱。袁于安霎时泄了气。没事儿，我穿。我在旁边看着。短短几句话下来，袁夫人眼神飘忽不定了4次，给袁于安穿衣服时手抖了5次。我将随侍的嬷嬷叫到一旁，她看着袁夫人叹气：哎，沈大夫也看出来了吧？我没有隐瞒，
问袁夫人可有心结？又是一声叹息。我们少爷虽生在宁州，但自小就有抱负，想去京城，可夫人不让，倒也无关其他。前朝曾有将才功高盖主，午门斩首，夫人亲眼目睹，国公也走得早，夫人是怕。后来少爷瞒着夫人上战场，北凉一战，夫人以死相逼强留少爷在宁州。谁知此地离北凉近，北凉余孽潜伏了2年，竟在少爷弱冠之礼前来谋害。那晚少爷受了很重的伤，有支箭矢生生刺穿胸膛，夫人被吓晕了。醒来后就成了现在这个模样，怕少爷冷，怕少爷饿。京城太医来过，说夫人得了风症，夫人就记下了这词，将病安在少爷身上。不过少爷的性子也的确和以前不一样了，活泼话多，还总有些奇奇怪怪的点子，像是换了个人。那其他民间大夫？嬷嬷失笑，谁都不敢得罪夫人，若直言夫人患疾，死路一条，所以这才是真正棘手的地方。沈大夫，过来，夫人唤我。嬷嬷在我耳边低语，姑娘面善，等会儿就说治不了，收拾东西赶紧走。一支的风症可有治？袁夫人拉着我的手，却看着的是袁于安。冥冥中溢出来的疼爱，像是无形的枷锁，裹挟着她全身。痛苦的是2个人。我点点头，夫人放心，能治。当真？袁夫人两眼放光，嬷嬷两眼发黑。如何治？我从腰间取下银针，施针即可。袁于安缩手一躲，两眼哀愁。姐姐要扎我。我手执银针在火舌上来回烤动。放心，不疼，拖吧。袁于安，咦，下一秒，舒服，当然舒服，都是驱热的穴位。好了，我收起银针，同袁夫人道：夫人，接下来袁公子需要静养几日，我会在府中看着，您放心。袁夫人听说有的治，连连点头。好好好，辛苦沈大夫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临走时他又转身，一枝，快把衣服穿好。为什么要留下来？我还在整理药箱。袁于安忽然问我，白术、当归、忘忧，我将药材一一拿出。你不也没走吗？袁于安，什么意思？我合上药箱，将心中的疑惑说出。刚才嬷嬷说你遭人暗算，箭矢射穿胸膛，而今才过月余，就算大难不死，也不可能那么快就恢复如常。嬷嬷还说你醒后像换了个人。我从医自幼见过很多无法解释的事，眼下你也算一例。换魂新生。袁于安啪啪鼓掌，不愧是神医，换魂新生比穿越一词好听多了。不过我不是这个时代的魂。说完，他望向庭院袁夫人离开的地方。也不是没有想过走，但每次看到他的眼神，我又舍不得。他真的很爱他的儿子，只是爱之切酿成了悲剧。好啦，我说完了，该你回答我了，为什么留下来？天空破处，有微光透出。我眯着眼，看着树上鸣叫的杜鹃，还有一旁努力振翅的雀。就算被挤下来，也要用力活着。我道，想跟国公府讨个恩情，自立门户，开医馆，活下来。3字简单，却很难。袁于安难得脸起笑，一脸严肃地看着我。姐姐，你心里藏着事，我有酒，跟我讲讲。不讲，何以自苦扰他人，多说无益。袁于安静默片刻，眼睛一亮。那我自己去查，若是查得对，就帮你开医馆，若是不对，我就再也不问。这听起来也很诡辩。姐姐没说话，我就当默认喽。3天后，袁于安一个鲤鱼打挺从摇椅上跳起来。走，姐姐，我带你去京城。我还在磨药，想着如何无色无味地将药材加进袁夫人的吃食里。她这么一喊，我浑身一激灵。还有，去京城做什么？我以为3日过去了，袁于安没提开医馆，是没有查出来。其实他隔日就查到了。问的是名下。那丫头果然单纯，袁于安鬼点子又多，3言2语就撬开了嘴。至于为何又要过2日，他说是在认真思考如何出这口恶气。姐姐，我们去京城开医馆，端了那姓萧和那姓沈的窝。我又是一哆嗦，指尖无意识地收紧，直到疼痛被隔开。
袁于安静握住了我的手，恍惚间比那日的手枕要暖。不是说好不掐了吗？别怕，以我现在的身份，见着我也是他们给我跪的。我怔怔看着眼前的人，我们才认识多久啊，他就要为我撑腰。仔细想想也不奇怪，他认识袁夫人也不久，不也忍受着他无休止的关心，没离开国公府吗？或许他就喜欢，能出恶气，我自然是百般愿意。可是，别可是啦！袁于安将我的话打断，别跟我说你要立什么独立女性人设，有关系就要用，这是社会道理，打碎了牙往肚里咽，自己硬扛那是傻。你搁这儿自怨自艾，人家在被窝里笑得嘻嘻哈哈，忍不了，完全忍不了。我是说袁夫人呐。哦，袁于安略显尴尬。不用担心，我自有办法。他用的什么办法没告诉我。走的时候，袁夫人没来，倒是管家和嬷嬷一箱又一箱的珠宝钱财往马车上搬。定国公在京城留有府邸，以前在京城我也时常路过，离萧府很近，只是我没料到刚入京城就撞上萧怀燕娶亲，红妆铺满10里长街，沈思化一身大红嫁衣，有喜婆搀扶着出门，萧怀燕身骑白马，等着新娘子上轿。偌大的萧字落在袁于安眼里，他凑到我耳边，是他们？要不要我上去砸了他的婚礼？我盯着萧怀燕的腿，虽在骑马，但仔细观察，不难看出他右脚不敢真的用力踩在马凳上，大抵是腿伤犯了。我拉过袁于安，我和你一起去。一起砸？我摇头，等会儿你就跟他们这样说。喜乐吹响，新妇上轿。沈思化刚刚踏出一只脚，哟，好大一出戏！众人的目光瞬间被袁于安吸引，自然也看到了我。阿芷，你没死！最先开口的是萧怀燕，下一瞬，有东西放在我手心，是袁于安。长袖下，他悄悄伸出折扇，隔开我的指尖和掌心。突如其来的安心，我扬着笑，坦然面对。好久不见，萧世子。他松开手中缰绳，双眼死死盯着我。这一幕落在娘眼里，她赶忙上前。你说这孩子这么久了也不知道回家，我们都以为你摔下悬崖。不过回来就好，快过来，别耽搁你姐姐的吉时。嗨嗨，我这么大一个人，站在这儿没人看见。袁于安很受打击。爹说话了，敢问公子是？他在宁州长大，京城少有人认识他。嗨嗨。只见他大臂一挥，令牌一甩，有人惊呼：定国公独子，袁少爷！袁于安挑眉，不才，正是在下。人群中议论纷纷，他就是袁于安袁少爷啊，剑眉星目，飘逸凝人，我觉得比萧世子好看多了。袁于安很高兴，爹讪讪地打着圆场。原来是袁世侄远道而来，沈府招呼不周，不如进府饮杯小女的喜酒。对伸过来的手，袁于安视若无睹。世侄，我和你很熟吗？喜酒更不必，只是在下老家有一说法，若是新郎官抱着新娘子上轿，便寓意着二位是天作之合，金玉良缘。今日既然撞见了，不知萧世子可否给大家讨个彩头？周围的人跟着起哄，让他抱。沈思化不敢掀开盖头，但他握着喜扇的指尖越发的紧，身子往这方倾斜，想来也是有所期待。萧世子快抱啊！怀燕哥哥！盖头下，沈思化轻唤。萧怀燕骑虎难下，不得不下马。我瞧着他的腿，已是强弩之末，催促之下，不得不强撑着一口气，弯身去抱沈思化。萧怀燕腿一软，竟生生将沈思化摔在喜轿边上，盖头瞬间被勾掉，发饰落了一地。萧怀燕也没好到哪儿去，白马不知何时拉了粪便在地上，他的脸正好与之亲密接触，狼狈至极。袁于安毫不掩饰眼神里的轻蔑。哎，看来萧世子不行啊，连新娘都抱不起。阿芷姐姐，我们走。爹娘迎亲的人乱作一团，折扇两端，他牵着我穿过人群，踏出喧嚣，回到国公府。他问叔父歇了没？我点头。等会还有更解气的。明夏一直到申时才回来，跑得满头大汗。我不明所以，
看着他俩。原来我们离开之后，明夏主动请缨，一路散播萧怀燕不行，连新娘上轿都抱不起。冥冥之中，怕是月老都不看好二人的姻缘。这话传到萧怀燕爹娘耳朵里，萧母直接气急，等喜轿抬来时，勒令心腹不准进门，撕破脸也要将沈思化退回沈府。萧怀燕看在眼里，却也没有阻拦。在我朝，成亲当日被退回去的女儿，别说是再嫁，就是为妾，也只能做最低等的贱妾。小姐，我厉害不？明夏言笑晏晏求夸奖，心里暖烘烘，鼻子却越发酸涩，高兴还哭。阿芝姐姐，来吃点甜的。袁元安拿起块蜜饯，蓦然放在我嘴边，指尖触碰的短顺，唇齿一阵酥麻。袁元安急忙收回手，没拿稳的蜜饯落进我面前的茶杯里，漾出圈圈涟漪。我垂下眸，胡乱抓起盘中余下的蜜饯，塞了几颗进嘴里。谢谢。袁元安也没继续坐着，甩着手站起来。那个，明夏，你好好照顾沈大夫，我出门找铺子，开医馆。咽下满嘴的甜。等等，阿芝姐姐，我和你一起去吧，毕竟开医馆是我想做的事。好。一前一后走出门，竟没想在门口碰上沈思化。彼时他已整理好了狼狈素色衣裙，轻挽发丝。袁元安刚走出门，他就踏了上去。袁公子，他惯用的胭脂香袭来，袁元安捏着鼻子连连后退。什么味儿？沈思化极力稳住脸上的笑。袁公子，我是来找妹妹。话未说完，他看到我，接着脚一崴，直直朝袁元安怀里摔去，吓得他差点原地旋转3圈，然后扑到我面前，揪着我的衣袖。太可怕了，这女人身上涂了什么？熏得我头晕，定是想谋害本公子。阿芝姐姐，快给我看看，我有没有中毒？快来人，把这个贼子给我抓去报官。沈思化被人从地上抓起来，拖走时咬牙切齿地盯着我。哎呦，我头好晕，阿芝姐姐，别演啦，走了。哦，还有，我比你小。袁元安，那阿芝小姐姐，算了，说不赢他。选好开医馆的铺子，回来时路过府衙，袁元安当真将沈思化送进了官府。爹娘得到消息，交了2000银票，才将他释了回去。爹不过是五品官，2000两够得上沈府好几年的花销。他们是真爱沈思化啊。阿芷，娘叫住了我，既然回京，你也该回家，总是住在国公府，像什么话？袁元安站到我前面，上下打量他。大婶，搞清楚，沈大夫可是我国公府特聘的私人大夫，你要是想带回去，怎么也得出10万，哦不，100万、1000万金吧。你……沈思化悄悄拽了拽他的衣袖。娘忍住气，就算如此，那阿芷一个人也照顾不好袁公子，不如我让思化来陪着，姐妹俩也好有照应。这次我抢在袁元安前面开口，也行，我院里正好缺个刷工桶的，夫人既然有意，不如我们现在就签卖身契。你……沈思化气到晕厥。医馆的铺子地契上写着我的名字，还有这个。袁元安拿出一份文书，户部的文书，上面一是我的名字，有他在，往后我从药铺进购药材就方便多了。谢谢。买地契还有医馆的装潢是我自己出的银子。袁元安没拦着，我倒也安心些。沈思化国公府前一闹，连着好些日子都没听到消息。倒是萧侯爷府，萧怀燕自从成婚摔倒之后，就一直闭府不出。也不是他不想出，而是腿疾再犯，连床都下不了。萧父萧母又是进宫求太医，又是张榜寻大夫，最后依旧于事无补，没办法求到了国公府来。萧怀燕坚持要亲自来，4个人用架子将他抬着，在门口等了足有2个时辰，袁元安才同意让他们进来。阿芷，你可还在怪我？见到我第一句，萧怀燕是这么问的。我笑了笑，不怪。他松了口气，那便好。阿芷，你是不知，当时我听到你落下悬崖的消息，我派人在崖底找了足足3天3夜，我亦是3天3夜没合眼。阿芷，
从前世事眼盲心瞎，惦念着何思化的旧情，可自从你不见后，我才知道，我心里爱的是你。我答应你婚书重新写，嫁衣重新做，跟我回萧府好不好？不好。袁玉安在一旁忍了很久，端着壶热茶走到萧怀燕面前就开始倒，滚烫的茶水尽数倒在她腿上，疼得她嗷嗷叫，你干什么？袁玉安，给我爹敬茶，手抖，倒歪了。你，好啦。我走到二人中间，安抚着袁玉安坐下。任萧世子是来求医的，我何该为他施上几针？萧怀燕顿时欣喜，阿芷，你愿意随我回府？回府就不必了。我拿出银针，就在这里治吧。随行的侍从听见我说愿意施以援手，忙将他的裤脚掀开，上句虚主四肢麻痛，可与他的腿疾相悖，扎不得。我毫不犹豫扎下去，疼得他冷汗直冒。伏兔主下肢麻痹，也与之相悖，扎不得。我又是一针下去，萧怀燕疼得惨叫。我摇摇头，果然不行啊，才2针就受不了。萧怀燕涨红着脸，咬紧牙关，切齿道：我行，你继续。好啊。7、8针下去，直接晕死。水中净手，抬回去吧，醒了若是还想治，明日再来，随时欢迎。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，袁玉安探出个脑袋，扎晕了，还扎废了。我答：有2处穴位主人道，刚才没忍住，都扎了。袁玉安脸色煞白，双腿紧闭，捧住下腹。姐姐好凶，别扎我。半个月后，医馆正式开业，我张贴告示，凡是女子学医，诚心者可免束修，男子不收。并非其事，世间男子的出路本就比女子多，不差我这一个，但他们差。有了医馆，我自立门户，便鲜少再去国公府。袁玉安却是日日前来，不是头疼，就是手疼脚疼。其实我不是不明白他的意思，我一承认对他是特殊的，可他是国公府的公子，我与他的身份悬殊，着实让我不敢再去试一试。然而今日直到傍晚，袁玉安都没有来。明夏看出我的心思，小姐，你也喜欢袁公子，为什么不跟他讲啊？你们俩这样，看得我都快憋死了。要不然我去国公府帮您打探打探。我没拒绝，可他正要出去，门院传来响声，来的却是沈思化，还有当初捡到我的药疯子石老头。他看着我，眉毛尖都要飞起来了。我的好妹妹，还认识他吧？如何不认识？我紧握着拳头。我的医术说是他教，不如说从他哪儿偷师来的更为准确。那些年被强行灌药的苦，被他泡在药缸里的痛，历历在目。看穿我的愤怒，沈思化昂着头，看来是认识。大家还不知道吧？我的好妹妹自幼就被石老爷收养，孤男寡女，谁知道她是怎么在石老爷手下讨生活的？医馆里还有不少我的学生。沈思化说的过于让人遐想，污言秽语足以淹死一个女人。原以为前面2次教训能让她收敛，没想到还是想置我于死地。石老头搓着胡子，眼神油腻的在我身上来回扫视。小徒弟，快过来，师父抱抱。我顿觉一阵反胃，掩藏已久的记忆被牵出。15岁的时候，他确实有想过侵犯我，可只那一次，我忍着恶心等他靠近，身上的药味、恶臭味钻入我鼻息。趁他放松警惕，我施出银针，扎进他命门，才得以逃了出去。抱抱，你是还想被扎？话音未落，院门再次被人踹开，是袁于安。他妈的，老子今天晚来一步，倒让你这种杂碎闯进来了。说着，就是一脚踹向他胸口，力道太大，沈思化也被撞倒在地。我不打女人，明夏动手。好咧，我也来，加我一个。一旁的学生纷纷放下手中的书籍药材，挽起袖子朝沈思化扑过去。至于石老头，从前都只见他嘻嘻哈哈，原来力道这么大，怕是班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。场面一阵混乱，直到彻底没了惨叫声。袁于安犹不解气，指着浑身是血的石老头下令：来人，此刁民敢殴打本少爷，送官，即刻送官。
石老头被打得半死不活，又没背景，真要被关在京兆府牢里，怕是活不过今年冬天。而沈思化，他想毁我名声，那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我叫了辆马车，就他这副被打得凌乱的样子，扔在闹市里。喧嚣落定，袁玉安陪我收拾落在地上的书和东西。有学生想上前帮忙，明夏拉着他们往外走。走走走，都走，别添乱。院门被关上，只剩下我们2人。好巧捡到同一本书。袁于安，你先说。袁于安，你先说。一起说。我没让石老头碰过我。袁于安，对不起，来晚了。空气仿佛在此刻凝结，静得我都能听到他的呼吸声。袁于安粗粗吐了口气。阿芷，我今日进宫请旨了，你要娶我。说完我就后悔了，嘴怎么比脑子还快。袁于安却是欣喜不已。阿芷姐姐愿意嫁给我，可我不是求的指婚。我欲哭无泪，尴尬地抓着书皮，现在挖个洞钻进去还来得及吗？狰狞的表情倒是让袁于安慌了神。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请旨，请的是袁夫人被封诰命的圣旨。你知道的，我不是原来的袁于安，他的功劳我不能占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又不娶皇上，跟他求婚干嘛？这种事应该问你啊。若是你不愿意嫁，皇上又下了旨，那不成道德绑架了吗？总之，我不会在还没经过你同意时，擅作主张将你置于两难之地。听他一口气说了大堆，我的脸怕是已经红到耳根子了。所以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他怎么还在说？不对，他怎么突然问我这个？我推着他往外走，好不容易挤出几个字：你先出去。袁于安倒是打开了话匣子。阿芷姐姐，那我明天再来问你。春风卷过长街，桃花占满枝头。今日袁于安是心口疼，我给他把脉，他凑到我耳边轻声问：阿芷，今日可答应嫁给我？好，我轻轻点头。袁于安僵在那儿，答应了。他这反应是什么意思？我没好气地瞪着他。是你自己写来放在书房的啊，99天追求计划，今天正好是99天。袁于安悔不当初，早知道你这么理解，我就该写9天，幸好没写9年。什么9天9年的，随了他的心意，好像还挺可惜的样子。男人心思真难猜。3书6聘，定下黄道吉日。沈府有人舔着脸来，还没进门就被袁于安给赶了出去。去，别什么蛇虫鼠蚁都来攀关系，嫁妆聘礼我自会给阿芷备齐。我没让他备，这些时日医馆的营收已是足够，他便将那些田间地铺全添进聘礼里。成婚当日，10里红妆，万人空巷。袁于安跳下马，要抱着我上花轿。我抓着他的衣袖，他凑到我耳边：怎么，担心我抱不起？放心，我可没有不行。话音落下，他拦腰将我抱在怀中，坐上花轿。及时到，袁夫人竟从宁州赶来了。高堂之上，她的眼神已然清明，却缱绻着哀伤。拜高堂时，她低声说了句：若是还在娶妻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样子吧。半年后，刚刚梳妆好，换上的四喜如意裙已你在脚下，又被弄乱了。袁于安从身后抱着我，骨节分明的手指轻轻点在我肩上。我软绵无力，推了推他的手：别闹了，再不走，医馆里的病人和学生该等急了。他不依，咬在我肩上，滑到耳边，音调低沉，嘶哑动人。我也急：姐姐，再疼疼我好不好？番外，我叫袁于安。很巧，穿越到这人身上，他也叫袁于安。更巧的是，他同我一样，爸死得早，和妈妈相依为命。刚穿进这具身体，原主的灵魂还没完全消散。他能和我说话，但他不爱说话。后来我看到他娘，大概明白了，治西式教育，给孩子管自闭了。但即便是这样，原主还是很爱他娘，看到他因为中箭变得神志不清，也会伤心。有一晚，他和我说，想让我替他给娘写封信。
我以为他会在信中宣泄自己多年来被禁锢的情绪，然而没有，字里行间都是回忆他娘的好，写到最后一句话是：娘，儿不怪你，没能伴你到老，是我不好。他还有一个心愿，18岁那次军功，他想给他娘请封诰命。交代完这些，他的灵魂也彻底消散。至于我是怎么死的，高速车祸，妈妈将生机留给了我，可伤势过重，没能活下来。昏迷的时候，护士跟我念了一句妈妈留下的话，她希望我能带着她的那份笑着活下去。所以当我看到原主的娘唤我儿子，担心我着凉，叫我多穿些时，我忽然不想那么快告诉他真相，想多陪陪他，自己尽孝也好，亦或是帮原主尽孝。每日被裹得像只熊的日子，眨眼就过了1月。期间，袁夫人固执地认为我得了风症，找了无数个大夫给我看诊，倒也不错，偶尔给那些大夫开玩笑，当熊的日子也没那么无聊。谁知今日来的是个小姑娘，姑娘的模样也就16、17岁，却总沉着脸，皱着眉，哪有少年的朝气，更像是26、27岁的样子。我忍不住叫她姐姐，不过小姐姐一股子牛劲儿，嬷嬷都告诉她真相了，让她走，她还非要留下来，说什么不会让我死，真当自己是霸总啊？随便吧，她要治就让她治，知难而退，总会离开的。但我真没想到，小姐姐聪慧啊，在这个时代竟能道出换魂新生这样的词，令我刮目相看。莫非她也是穿越来的，在和我演？我出言打探，可她不愿意告诉我她的故事。没关系，我可以自己去查，经过她的同意。我找到她的丫鬟，丫鬟嘴严，费了好多口舌才打听出来，原来不是穿越，原来她总是愁眉苦脸，是因为从前过得这么那么苦啊。别的不说，我就见不得坏人笑。我想去京城帮她，这种感觉很奇妙。临走时，我将原主给袁夫人的信留在锦盒里，让她过几日再打开来看，还跟她说我是去京城治病。这不到京城不知道，一到才发现沈家和萧家当真是无赖中的下九流，吸着小姐姐的血肉，大操大办的结婚。忍不了，我要上去揍他们。小姐姐拦住了我，跟我说，打人有损颜面，不如你想办法让新郎官将新娘子抱起来。我当时还没懂，等看着姓萧的当众摔成狗吃屎，明白了，确实比打架好看多了。姐姐有志气，我喜欢。等等，我刚刚说什么？我喜欢？我喜欢什么？喜欢他吗？我死的时候也才刚满20岁，还没谈过恋爱呢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？不对，我们都相处了半个多月了，那就是日久生情。妈妈，我好像恋爱了，还是古人，难怪我小的时候就历史成绩好。姐姐叫阿芷，好听。她说她比我小，不管，我就要叫她姐姐。哦不，娘子也行，但她若是不喜欢我怎么办？身边的小厮看穿了我的心思，跟我出谋划策。少爷，您有军功在身，向皇上求一纸赐婚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不行，军功不是我的，占了人家的身份，已是对不住了。若还占他的军中，那我和姓萧、姓沈的有什么区别？再说了，要不要嫁给我一事，该是问当事人本人，而非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去求谁赐婚。若人家不愿意嫁，那不成道德绑架了？还是用我自己的方法吧。以前看的偶像剧，男主都是怎么追女主的来着？天天去找她，送早餐、午餐、晚餐。好，就这样。可姐姐开了医馆，还要带学生，太忙了，根本没时间好好坐下来陪我吃顿饭。于是我就改成了装病。她终于有时间多多给我说话了。芜湖，我真是个恋爱小天才。今日终于排到了我进宫求见，那就只能晚点去医馆找姐姐了。先去把原主的遗愿了，为袁夫人请封诰命。皇帝好威严，皇帝话好多，皇帝好官方。终于结束了，我紧赶慢赶去医馆，没想到碰上沈思化带着人贩子来闹事。好啊，我正愁没机会在姐姐面前展现我英勇的身姿。
他们倒是自己送上门来，我一个左踢腿，一个右勾拳，都给老子去死！打完了，手真痛，想要姐姐吹吹，可是满地狼藉，还是先帮着收拾吧。从前只觉得医馆人多闹哄哄的，现在人都走了，突然好安静。我们捡了同一本书，姐姐摸到我的手了。那个，我今天去请旨了，你要娶我？不是。死嘴快停下，在说什么？我就是想娶她啊。别慌别慌，等我慢慢道来，细细解释。完了，姐姐彻底生气了，还把我推出去。没关系，失败乃成功之母。我拟定 B 计划，99天追求计划。在这99天里，我每天都去医馆，每天都问姐姐要不要嫁给我。好苦恼，36天了，她还是不答应。不过也有一个好消息，册封诰命的圣旨传到宁州，不久之后，宁州也有书信寄来，是袁夫人身边的嬷嬷写的。她说袁夫人忽见大好，让我不要担心。还有一封是袁夫人写的，只有一句话，替儿好好活下去。好吧，这也算是给我坎坷的爱情之路一点好的慰藉。终于到第99天，计划 C 都写好了。我开口问姐姐时，她竟然水灵灵的同意了，就这么同意了。我问她为什么，她竟然说看我写的99天，以为当真要等到第99天。好了，计划 C 的名字我有了，就叫与阿芷相伴到老100年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